就是总裁夫人，她怎么穿成这样啊？还这么的哗众取宠，吸引富狗的，他们都分房好几年了。她这体型儿，半夜翻个身，不得有生命危险？穿得像什么样子？换去。乔婉不是说这是化妆拍给吗？他骗我。那我回房间换吧。清欢姐，蛋糕给我吧。还不快起来！我的衣服。对不起，璇璇，妈妈不是故意的。才不是，我才不要！我要全把阿姨做我的妈妈。快擦擦吧，清欢姐，大家都看着呢。沈清欢，你是存心要毁了这场宴会是不是？你爸爸下个月就回来了，沈清欢今天这么一闹，你让他的老脸往哪儿搁呀？陈哥哥，是我不好，明知道清欢姐不喜欢我和孩子走太近。清欢姐，你要是生气的话，可以冲我来，何必故意丢了傅家的脸呢？不是的，李琛，是他对我。沈清欢，婉婉好心帮你，你还要把责任推到他身上。你平日里犯蠢就算了，今天当着这么多人面，你是想让傅家抬不起头吗？王妈，把他带回房间整理一下。还有这身衣服，不想再看见他。你要干嘛？要让李琛知道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死肥猪！当初要不是傅老爷子极力撮合，凭你也配当傅太太。有他护着又怎样？那老东西下个月才回来，到时候你早就凉透了。我只要说你因出丑羞愧自杀，谁会怀疑？这身肥油，连你亲儿子都嫌弃。傅家的一切都该是我的。本公主竟生死浑存，这是何处？尔乃何人？莫非此生人主被本公主所夺舍？方才脑中闪然，似乎是此女生前蒙冤受辱的景象。唉，如此窝囊懦弱，实在可怜。你不是死了吗？鬼啊！乔婉，觊觎原主之位已久，表面柔顺，内里狠毒。此等只会靠庄姜麦吃争宠的蠢东西，本公主最喜欢。你没死，你装什么鬼啊？什么狗屁公主？现在是2025年，装疯卖傻也得动动脑子吧？哦，我忘了，你蠢的没脑子。出言不逊，来人，掌嘴！沈清欢，你这喘息声比泼风箱还响，
是演公主还是演母猪啊？省省吧，傅老爷子下个月才回来，没有他撑腰，傅家的女主人很快就是我了。目无尊卑，以下犯上。只要本公主还在一日，这家的女主人也轮不到你。你敢打我？如今站在你面前的，早已非昔日懦弱胆怯的沈清欢。若仍以旧主相待，便休怪本公主教你何为尊卑，何为规矩，还不跪下行礼？沈清欢，你发什么疯？来人，掌嘴！啊！王妈，你敢！你们，一会儿陈哥哥来了，绝对饶不了你们！谁来了都没用。继续。沈清欢，你等着，等陈哥哥来了，我会让他像垃圾一样把你扔出去，连条容身的阴都找不到。不知悔改，看来本公主得亲自教教你何为规矩。此等不识明珠、偏信榆木的负心汉，也配为人夫婿？若是本公主，早一纸休书将他贬为庶女。陈哥哥，你总算来了，我快被他们打死了！沈清欢，你又在闹什么？我好心来安慰清欢姐，结果她想不开要闹自杀，好不容易阻止了，她还让王妈对我动手，我好害怕。颠倒黑白的本事倒是练得炉火纯青，莫非是嫌刚才的惩罚还不够？媒婆不准亲我敲碗妈妈。宫里那几个跋扈嚣张的小皇子都被我收拾得服服帖帖，不差这一个。儿不嫌母丑，你如此大逆不道，过来受罚！你敢！置身赘肉，竟让本公主险些失仪，看来是该清洁你。清欢姐，我知道伯父疼你，但轩轩也是他的孙子，你怎么能拿孩子出气呢？陈哥哥，清欢姐肯定是怕我破坏你们一家三口的关系，所以才情绪失控的，你别怪她。你总是这么善解人意。沈清欢，胖可以减，但蠢无药可医。你上次把我们家重要的合作伙伴的传家宝认成廉价货，还泼湿了他珍藏的名画，是爸亲自道歉才保住的合作。如果你还想当富太太，就老实点，别再给傅家抹黑，更别在这儿为难婉婉。这女人三言两语便能将你蛊惑的不辨是非，如此性质宛若纸儿，连内宅小事都难辨中间，怎么继承家业？清欢姐，你心里有火，我不怪你。可是你让王妈连上我那么多耳光，万一我要是毁容了，以后可怎么见人啊？毁容，这倒是个毁容的好东西。你什么意思？陈哥哥！王妈，把她给我送回老宅，好好教教她怎么做富太太。老爷子回来之前，再出什么幺蛾子，你们一块滚！这屋
乌黑的铁盒子时候，竟比宫中的马车都快。太太，请上车。离开此处也好，本公主落个清净，还能专心清洁仪容。太太，老宅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，我先去给您打扫一下，你先歇着。这里的一切太过陌生了，本公主还需好好学习。大胆思考！此物竟比宫中的夜明灯都亮。这模样，瘦下来应该是个大美人，只可惜性子太弱，任人欺辱，这身赘肉也着实碍事。待本公主减下，定会替你出了这口恶气。干妈，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治治那个沈清欢，他太欺负人了。放心吧，他现在就是个又肥又蠢的土妞。等老爷子下个月回来，咱们吹吹耳旁风，再让他出个丑，任凭老爷子再疼他，也绝不会容忍傅家因他而沦为笑柄。到时候一定会把他赶出傅家。啊妈，使劲儿啊！再使劲了！王妈，传本公主旨意。听我安排，将这些油腻之物撤了，取山楂、薏仁、茯苓熬水，再备些金蛋、鱼块和时蔬。是。太太，这有用吗？此乃疏通经络、祛湿排浊。太太以往的胃口是这3倍不止，哎，真是遭罪呀！太太，您真的瘦下来了。爸，您怎么想着回来了？是不是静养院那边住的不舒服？那倒不是，清欢那孩子有阵子没来静养院。他人呢？爸，清欢被我送回老宅了。胡闹！那地方一弄潮湿，四面漏风，清欢的身子骨怎么能受得了这份苦？伯父，您消消气，琛哥哥也是为了傅家，不得已才……为傅家？您不知道，自从您去了静养院，清欢姐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好吃懒做，现在长成200斤，连门框都塞不下。之前还闯了不少祸，现在家里也是干妈在操持，而且什么？上个月轩轩生日，他洋相百出，把您和傅家的脸都丢光了。他还闹自杀，把琛哥哥的脸都弄伤了。现在外面都在传傅太太是又疯又胖的泼妇，这不是毁了傅家的颜面吗？清欢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，平日里性子软弱，老实本分，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。可是你们误会他了。伯父，虽然我也不相信清欢姐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可是琛哥哥和干妈可以作证。唉，没想到您把他带回傅家养大，供他吃穿，他竟然连您也骗。他就是仗着有你偏袒，就蹬鼻子上脸。我看啊，必
须得离婚，让这堆200斤的肥肉赶紧滚出傅家。够了！我相信清欢，但他若他真如你们所说，丑态百出，给傅家抹黑，我绝不轻饶。赶紧去把他接回来。爸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。他现在胖的连路都走不稳，而且上一次又出了那么大的洋相，我怕他来了让亲戚朋友们笑话。他就算再胖再愚钝，也是你的妻子轩轩的母亲。我要看看他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不堪。去，接他回来。太太，您竟然真的瘦了！这端庄的气质，这挺拔的身姿，简直就跟画里走出来的公主一样。产后坤元损耗，肝气郁结，又长期暴饮暴食，我用八卦调和之法疏肝解郁，自然能瘦。可是，太太，您这瘦是瘦了，但是老爷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替您做主呢。不行，不让那个肥婆脏了我的车。死没死？没死就赶紧去参加家宴，自己打车。太太，老爷回来了，您可以出去了。多亏了这些书籍，我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傅家情况复杂，但比起宫里的尔虞我诈，还差得远远。区区家宴，不难应付。太太，你简直美得像天仙一样。如今本宫已经瘦下来了，看本公主怎么收拾这些伪善之人。哎呀，轩轩，这3年不见都长这么高了，看来清欢把你照顾得很好啊，白白胖胖的真好。照顾轩轩的不是妈妈，是乔婉阿姨。妈妈现在胖的跟动画片里的猪似的，根本不管轩轩。我不要她做我的妈妈。连轩轩也这么说，难道清欢真的变成他们说的样子了？这2年，沈清欢她连一个母亲的责任都没有尽到。上次要不是有婉婉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大孙子了。像这种女人，她有什么资格继续留在傅家？爸，上次轩轩烧了2天2夜，一直都是婉婉的照顾，沈清欢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哎呀，这么多人等着，清欢姐怎么还不来啊？是不是连上个月的裙子都塞不下了？不过我要是她，我也不敢来。上次就洋相百出，还闯了那么多祸，肯定是怕被赶出傅家吧。哇，仙女！谁说我不敢来？哇，仙女！这是沈清欢吗？她之前不是胖的地动山摇的吗？现在怎么变得这么高贵端庄了？简直就是公主嘛！
父亲，抱歉让您久等了。沈清欢瘦下来真漂亮啊，这气质跟乔安比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这是伯父的家宴，你穿成这样，让亲友们怎么想？你看，大家似乎很喜欢我的这个。莫非是妹妹嫉妒？你要是喜欢啊，下次我借给你们穿。你根本就不是沈清欢，一个大肥。200斤的人怎么可能1个月瘦成这样？你肯定是他花钱雇的演员。哟，妹妹怎么对这种事情如此了解？还好本公主这段时间学了不少你阴阳怪气的说话方式，今日我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如果是沈清欢，怎么没穿我让人送去的礼服啊？伯父，您对清欢姐这么好，可她却找人骗您，这也太让人寒心了。不敢露面就算了，还找人冒充，看看吧，这就是你宠的好儿媳。唉，这个沈清欢，连把他从小养到大的父老，以后指不定要干什么缺德事儿，不如趁早把他赶出傅家。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可他这眼睛和轩轩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你来说说我到底是谁？怎么，你连自己的老婆都不认识了吗？她虽然瘦的变了模样，但的确是清欢。3年不见，我的宝贝儿媳出来的越来越漂亮，知书达理的，连立琛都快配不上你了。父亲过誉了。富家福泽深厚，滋养于人。清欢不过是从小耳濡目染，学了一点富家的气度吧。你居然真的是我妈妈？刚才只要陈哥哥说个不字，沈清欢肯定就被赶出傅家了。1个月没见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身为富家太太，我自然不想因为我让富家落人口舌，这才用了1月的时间改头换面一番。不愧是我的好儿媳，毅力超乎常人。可是清欢姐，你怎么不穿干妈精心为你准备的礼服啊？干妈，您别太伤心了，清欢姐可能是有自己的想法吧。沈清欢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婆婆？我的面子你现在也敢不给了？太太，这是乔世杰送来的，说是乔婉小姐准备的。乔婉，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收场。到我反击了。王妈，拿上来吧。原来这件开了线的礼服是母亲准备的。您明知道这是傅家的家宴，却送了我一件开了线的礼服，我丢脸是小，可傅家的颜面……糊涂！我傅家最注重体面，你居然在家宴上对自己家人使这种手段！老爷子，您冤枉我了。清欢是富家儿媳，我怎么可能存心让自家丢人呢？是乔世杰，对，这礼服是他送过去的，我完全不知情啊。你再怎么说，你也是替立琛做事，又是乔婉的亲哥哥，怎么能做出蓄意损害傅家声誉的事情？沈清欢，你别血口喷人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集团的总经理，收拾东西，去财务走流程。不行，你不能开除我！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婉婉，
你哥说句话呀，这不是我干的。陈哥哥，我跟为集团尽心尽力这么多年，手里有不少客户，你要是这样突然把它开了，那肯定会影响集团运作的。陈哥哥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要不这件事就算了吧。父亲，集团是您的毕生心血所系，那些客户看中的自然是您的为人和格局。乔世杰不过刚进公司几年，还不足以影响集团。父亲，您说我说的对吧？知我者，清欢也呀！还不走？来人，把他请出去！新闻，你给我等着！既然事情都解决了，开宴吧。不行，一定得让这贱人出丑，破坏他和老爷子的关系。伯父，开宴之前，我想给您看看我为您准备的见面礼。这是一根由天然龙血藤制成的拐杖，龙血寓意祥瑞、健康长寿。您腿部又有旧疾，这根拐杖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。据说这龙血藤极其罕见，生长在原始雨林深处的悬崖之上。看这品相，起码价值100万呢。婉婉为了给你准备这份礼物，带人在原始雨林里走了5天5夜呢。到处是蛇虫鼠蚁不说，还为了这根长在悬崖边上的龙血藤啊，差点就摔下悬崖去了。没事的，干妈。虽然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后怕，但当时一心想着伯父了。只要您喜欢，那我当时吃的那些苦和惊吓，就全都值得了。这乔婉小姐真是有心啦。妹妹真是独具慧眼，竟然能找到这独一无二的艳品。赝品？他怎么知道是假的？这事除了我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。为了这根极品龙血藤，我专门请了当地的老猎人，带我找了半年才找到，怎么可能有假？姐姐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据说啊，这真正的龙血藤不惧外力，落地无损。妹妹这又是极品，不如让诸位都开开眼。好厉害的木头！清欢姐，不是我不敢，可万一……我是说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这满场的客人，你让伯父和琛哥哥的脸往哪儿放啊？天哪！快看，竟然敢给傅老爷子假货，这乔婉胆子也太大了。伯父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个老猎人信誓旦旦的跟我说，这绝对是真的。都怪我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爸，您别生气，婉婉就是太想尽孝了，才会被人骗的。但心意是真的。妹妹啊，你如此单纯，以后可要当心点。虽然傅家大，可也经不起你总被外人看笑话呀。清欢姐说的是，伯父向来最疼你，不知道你准备了什么见面礼呀？被关了1个月，连老爷子回来的时间也没人通知，我看你能拿出什么贺礼。清欢姐不会是什么都没准备吧？这傅老先生回家的消息2个月前就传开了，这沈清欢
不可能不知道。这沈清欢虽然瘦了漂亮了，不过论品行啊，跟乔婉小姐相比还是差远了。清欢，你在老宅中待了1个月，应该也没时间准备什么礼物，就说2句祝福的话。是啊，老爷子对你疼爱有加，就算是没准备，也不会跟你计较的。谁说没准备了？有这么个好孙子，承欢膝下，比什么都强。若非父亲当年把我带回傅家，亦无今日之我。如此深恩，清欢亦不敢忘。今日这份见面礼，不仅是为表达孝心，更是为答谢父亲这份天大的恩情。那不知道清欢姐准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贺礼呀？婉婉的龙血拐，再怎么说也花了上百万呢。就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你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啊？礼物贵在心意，而非价码。这龙血拐寓意虽好，却将父亲的痛处时时昭示于人前。我们这些至亲，唯愿父亲可以忘却病痛，而非时时提醒他要依赖于一物。这不仅关乎健康，更关乎父亲的自在与体面。哦，听清欢姐的意思，你准备的贺礼难道还能治好父亲的腿疾不成？王妈，这便是我为父亲您准备的见面礼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是由变绣制成的富贵牡丹图西毯，愿父亲您能喜欢。变绣，这可是传统刺绣工艺中寸锦寸金的国宝级非遗啊！老爷子，她就是一个家庭妇女，连变绣长什么样她都没见过，拿块破布就想来充数了，真是笑话。就是，清欢姐，伯父可把你当亲女儿，你就用这一块布敷衍他几十年的腿疾，这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是真的为伯父的身体着想啊？喏，地上那个碎掉的拐杖就是妹妹送来的，真是把父亲的身体放在心上了。乔婉妹妹啊，我劝你管好自己，免得又闹了笑话。龙血拐助行固然好，可终究是外力。这块西毯是我耗时1月所制成，它与羊腿的药浴母方相结合，可助您疗愈腿疾。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啊！哎呀，我被这腿疾折磨了几十年，用过无数名贵器械，都无济于事。这西毯盖着，不仅腿暖和了，整个身子也松快了。好啊！说的天花乱坠的。哎呀，老爷子，你可别被他给忽悠了。哎，正好，传统工艺界的大拿金教授今天也来参加家宴了。这世上啊，就没有他没见过的奇珍异宝。这变绣是真是假，他一看便知。我看你呀，就等着被当众揭穿吧。天哪！这竟是几经失传的变绣。这种刺绣不仅对技艺要求极高，而且在北宋灭亡后几经失传，有金碧相射、锦绣交辉之誉。这细腻的纹理，这若隐若现的光泽，简直是变绣中的极品呐！金教授，您再仔细看看，万一认错了，岂不是让伯父空欢喜一场？不，绝对不会错。当初我受邀参加国宝藏品会，隔着玻璃见过几眼，毕生难忘。没想到今日托傅老爷的福，竟还能如此近距离接触，观摩这样的绝艺。
此生无憾呐！哎呀，谬赞了，这都是我儿媳清欢有心了。既然金教授都鉴定过了，那必是毋庸置疑的真品了。哎呀，再花哨也只是件中看不中用的摆设，婉婉为了那根龙血藤，差点连命都没了，这才是真有孝心。无知老妇，这可是国宝级非遗，必有真剑上的国粹。哼，龙血藤连和他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。清欢姐，虽然这仿品做的以假乱真，仿品？没错，毕竟金教授是隔着窗看的呢。清欢姐好厉害，竟然能找来骗过金教授的仿品。可这要是传出去，别人该笑话我们傅家不识货了。仿品，那妹妹倒是说说，这仿的又是哪一件的？哎，这仿品是清欢姐千挑万选的，又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，我可猜不到。因为这世上唯有这一件孤品，仿无可仿。乔婉妹妹，你认不出这非遗变绣，我不怪你；看不出真假，我也不怪你。毕竟你的眼睛似乎只能看见价格，看不到真正的价值。这世上竟有如此愚笨变现，闻所未闻。清欢姐，我知道你想给伯父争面子，可连金教授都没有听说过的孤品，你撒出这种弥天大谎，大家只会笑话我们傅家人爱吹嘘，不识真货。你赶紧给大家道个歉吧。李老师说，这绣品到底是真是假？真，绝对是真。我以我毕生的清誉担保，这绝对是真品。此番古品绝无仅有。只是这非遗孤品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不知沈小姐从何处所购？清欢姐，金教授在问呢，这是从哪儿买的呀？我从始至终就没说过，这是我买的。难不成这变绣是偷来的？难不成这变绣是偷来的？天哪，清欢姐，你居然偷藏品会的东西，你这是要把伯父和傅家的声誉都拖下水吗？好你个沈清欢，你真是太自私了！我们傅家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你可倒好，为了自己的虚荣，你竟然去偷窃藏品重物，你以为想偷便能偷？说这真是赃物，我又岂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献给父亲？愚蠢至极！沈小姐说的没错，藏品会戒备森严。若真是有这等极品变绣失窃，恐怕早已是头条新闻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更不会像现在这样风平浪静。乔婉妹妹，你不是心思细腻，最爱猜测吗？那不如你再来猜猜，这变绣既非仿品，又不是赃物，那它究竟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哈哈，我怎么知道从哪来的？难不成是你自己绣的？笑话！妹妹，你可算是聪明一回了。没错，这件孤品的确是出自我手。这变绣可是承袭了北宋宫廷绣脉，以真代笔的绝艺，相传只有宫廷之人才有资格接触学习，竟出自于沈小姐之手。宫廷绝艺，你怎么敢说是自己绣的？难不成和之前一样，还说自己是公主呢？陈哥哥，我好担心清欢姐的精神状态，她怎么能说出这种一言假的谎话呢？你5岁就被接来傅家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些针线活？更别提这些高难度的非遗绝技了。哼，谎话连篇，你就不配做我傅家的儿媳。
伯父，姐姐她为了充面子，什么大话都敢说。今天凭空编造出一件孤品，明天说不定就打着傅家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。傅家的声誉难道就要因为姐姐的虚荣心被拖累吗？妹妹说了这么多，句句不离我与傅家的事，可从一开始质疑我偷窃送赝品，当众质疑真假，一次次令傅家难堪，让父亲蒙羞的人，不正是你吗？你处处针对我，次次挑衅身世，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觉得我不配做傅家太太？是不是一直想着这个位置该由你来做？可惜啊，我是傅老爷子亲自带回傅家，难不成你是想说是父亲做错了？没有，伯父，您别听他挑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随便谁绣一件就说是孤品，那孤品二字岂不成了笑话？这跟烂大街的破布有什么区别？胡闹！伯父，您消消气，为这事儿伤了身子，婉婉会心疼的。清欢姐，你怎么误解我、指责我，我都不在乎。可伯父把你当亲女儿疼爱，你怎么能撒出这种荒唐的谎来欺骗他老人家呢？哼，胡闹的是你，不知分寸。今天是我傅家的家宴，清欢是我傅家的人，你从一开始就处处与他针锋相对。我倒想问问你，是不是看我傅家太过和睦，心里不痛快呀？不是，婉婉也是一时心急，这变绣可是非遗绝技，看一眼都是福分。可姐姐非要说是她自己绣的，大家质疑她，不就是打傅家的脸吗？我只是不想让傅家沦为笑柄。是啊，老爷子，婉婉心思单纯，没那么多弯弯绕绕，她也只是为了傅家的名誉着想啊，消消气啊。清欢姐，减肥嘛，努力就瘦了。可这变绣是非遗绝技，别说1个月，就算10年，你也根本绣不出1寸啊！他们太欺负人了。老爷、少爷，虽然我不懂什么孤品啊、绝技啊，但是老爷腿上的那块西毯，确实是太太一针一线绣的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清欢姐现场绣一副，让大家开开眼。正好呢，我也学学。我就不信你能当场绣出来，等着出丑。乔婉妹妹，你是不是真等着我出丑？可惜让你失望了，我现在就能绣。那如果姐姐要是绣不出来呢？你想怎么办？要是绣不出来，我就让我骑大马。好，这个主意不错，就让轩轩骑大马。太棒了，我可以骑大马了。那我要是绣出来了呢？要是绣出来，我就让轩轩骑大马，再绕着草坪爬一圈。王妈，拿针线来。是。一针一线，节俭功夫；一丝一缕，尽显经纬。沈小姐，这是以绣代画，再现名作之神韵呐！沈小姐重现的是流淌在丝线中的中华文脉啊！这真的让他给绣出来了，怎么可能？这一针带笔的绝艺，
敢问沈小姐是从何处所学？当然是本公主在宫中所学。秘密。有了这护膝，父亲您在外出之时便可以舒适不少。没想到曾经的肥妻沈清欢，如今不仅美若天仙，还拥有了做出无价之宝的能力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！这服饰本就是以工艺起家，以后集团若是有沈小姐坐镇，如神助啊！您言重了。傅家能有今日，离不开父亲打下的稳固根基。我也只是在父亲的荫庇之下，略尽一些本分罢了。不知我刚才所示，妹妹学会了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有手就会。心静，方能伺好这变绣；心头细造之人，怕是连这一根线都是理不清的。愿赌服输吧。轩轩，该你骑大马喽！轩轩，该你骑大马喽！好。血！婉婉晕血了，我带她先去医院。慢着，晕血而已，小问题。我略懂一些针灸，一针下去，片刻就行。先是变绣，现在又是针灸，我从前怎么不记得你会这些啊？你从未把我放在心上，又怎会记得这些？这人还晕着呢，救还是不救？你说。凌晨，事到如今还不相信清欢吗？试针吧。这针灸只对真正晕血的人有效，若是不晕血，这一针下去便会导致面瘫。清欢姐，你就这么容不下我吗？上次你想害我毁容的事，我都已经不追究了，为什么这次又要这样对我？要不是我及时醒来，我的脸已经被你毁了。你怎么知道会面瘫？你装晕？我当然是猜的啊！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你会针灸的事，你不是想害我毁容是什么？谁说这是针灸用的好针？这分明是刚才粘在我身上的一根狗毛。既然醒了，那就愿赌服输。小婉阿姨，快蹲下，我要骑大马。妹妹，你不是最喜欢轩轩了吗？怎么一脸不情愿啊？对了，我记得妹妹你说过要骑一圈的，是吧，轩轩？爬一圈，爬一圈，驾！小婉阿姨，你爬的比大黄还慢。我乔婉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奇耻大辱？沈清欢，我死也不会放过你。差不多得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让婉婉以后怎么做人呢？啊？那都是他咎由自取。轩轩，来爷爷这里。开席吧。
老板，帮哥拖住他们，我要高夸沈清欢。多亏了婉婉，我才能拿到这些集团的核心数据。那是李生的电脑。我得帮哥拖延时间。清欢姐，刚才是我见识浅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算你赔罪。哎呦！妹妹，你怎么敬个酒还心不在焉的，弄得到处都是？难不成又是在打什么坏主意？我是真心想给姐姐道歉的，琛哥哥。清欢，婉婉她也不是故意摔倒的，算了。开个玩笑而已，既然没有，妹妹心虚什么？哥怎么还不来啊？想开除我，老子死也要拉个垫背的。沈清欢，这个本来要是我留着以后执掌副使的王牌，可你恶意栽赃，断我前程。那你就别怪我提前把这厚礼曝光，让你身败名裂。等婉婉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，这集团照样得心瞧。等着看沈清欢被那个老东西赶出傅家吧。不过清欢姐还真是深藏不露，有这等绝技，竟然瞒着我们所有人，就连最亲近的伯父也只字未提。难道说是为了在家宴上大放异彩特意准备的？还是说早就料到伯父会身体不适，所以才……技艺在身，不为炫耀，也不为特定时日。难道妹妹是觉得我应该盼着父亲出事，才能借机表现自己？我……怎么？难道你哥哥的前车之鉴还不足以让你清醒吗？那些挑拨清欢与傅家的小心思，真当我导眼昏花看不出来吗？若不是念及是燕秋的干女儿，就凭你一个外姓，也配坐在这里？好了，老爷子，消消气。你误会婉婉了，这孩子啊心细，他也是担心咱们傅家落人口舌呀。再敢胡说八道，永远迈进我傅家的大门！好戏开场了。沈清欢，你就算变漂亮又如何？凭你那蠢脑子，我倒要看看，触碰到老爷子的红线，你怎么自保？伯父出大事了！你还有脸回来？来人！伯父，您听我解释，我回去办手续的时候，却得知集团的核心财务数据泄露，股市闪崩，媒体都在疯狂报道，再这样下去，集团要毁了。什么？
父亲，是谁干的？财务数据一直保持着加密状态，只有我跟爸曾浏览。但自从爸去了静养院，就一直没有登录过服务器。那只有一种可能。我书房的电脑没有密码，而清欢的房间就在书房的隔壁。是你，我们不识字，是你把集团机密泄露出去的。我在老宅足足待了1月，我是如何进书房，又是如何泄露机密的？清欢姐，伯父把你当亲女儿疼，你这么做不就等于毁了伯父一辈子的心血吗？父亲，老爷子，怎么了？爸，爷爷，医生，怎么样？病人急性重度脑溢血，又有基础心脏病，即使手术成功，也可能会脑死亡，请各位做好心理准备。沈清欢，没有伯父，你早就饿死街头了。你就是这样回报他的吗？父亲对我有恩，我怎么可能会恩将仇报？这兄另有他人。里面躺的可是傅老爷子，除了你，难道傅总会害自己的亲爹？沈清欢，你这个祸害！老爷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就是被你活活克死的。我们傅家到底造了什么孽，怎么成了你这个财星啊？肯定是他，陈哥哥，你别心软。难道你想看到伯父一辈子的心血就毁在他手上吗？报警啊，让他付出代价。我们尽力了，各位节哀，准备后事吧。你这个杀人犯！杀人犯！是你害死了老爷子！我忍气吞声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妈，你怎么能打清欢呢？这事儿根本就不怪清欢。你爸都被他给害死了，你居然还想着他！老爷子，你快睁眼看看吧！李真现在心里只有沈清欢，哪还有我这个妈？你把我丢下自己就走了，你让我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妈，陈哥哥，你别再替他说话了，事情本来就因他而起，不是他的错是谁的错啊？伯父平日里身体那么健朗，要不是他，怎么会躺在急救室？现在还……天助你，没了这老东西给你撑腰，沈清欢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傅家和琛哥哥都是我的。老爷子不在了，这个家也没了，都是你沈清欢，你这个来讨债的祸害，你就是我们傅家的这股罪人，给我滚！你先别急着往我身上泼脏水，父亲，还有一些生气。金针一下便是向阎王手里抢人，针尖走的不是血，是阴阳界限，成了气血归元，败了顷刻毙命。我有方法可以让父亲起死回生，只有这一个办法。金凤还阳针，这是父亲活下去的最后一个希望。你疯了吗？全海市最顶尖的医生都束手无策，就凭你什么还阳针，简直可笑！
我看你就是故意拖延时间。别再做无用的争论了，再耽误下去，父亲就真的回天乏术了。沈清欢，我是看在琛哥哥的面子上才叫你一声姐姐的，里面躺着的是一条人命，你以为是在刺绣吗？你这是对伯父遗体的大不敬！伯父生前待你如亲女儿一样，你连他死后都不让他安息吗？正因为父亲待我恩重如山，所以我今天拼尽一切也要从阎王手里抢人。你不懂金凤还阳真武，我怪你，但别用你的无知来衡量我的决心。就像这变绣绝技一样，你做不到，不代表这世上无人能做到。琛哥哥，你看他，伯父还躺在里面生死未卜，他竟然在这里逞能炫耀。还剩最后3分钟了，让开！住手！你要对老爷子的遗体做什么？住手！你要对老爷子的遗体做什么？我去叫人。上次你用狗毛糊弄大家，你会针灸，这次可是活生生的人命！你一次又一次的故弄玄虚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乔婉，你除了挡在这里指责我以外，能拿得出救人的办法吗？有你就拿出来，没有你就给我立刻闭嘴！清欢，整个海市的专家都无能为力。你确定你这金凤还阳针真的有用吗？金凤还阳，九死一生，这是救父亲的唯一办法，必须一试。琛哥哥，你别听他的，我们不能拿伯父的命给他做实验啊！他如今判若两人，这种冷静和气势以前从来没有过。或许他真的能创造奇迹。不行，我绝对不允许！你这是对老爷子的大不敬，是折磨！妈，现在这是唯一救爸的办法。清欢，我相信。百会以阳，通天顶，神阙聚气，定中枢。一针关羽所会，二针有权通幽。绝不能让这老东西醒过来。傅家的一切必须是我儿子的。不对，气血阻滞，只能行险招摇。你帮我给父亲翻个身。凤凰归巢，命门还阳。杀人犯，是你害死了伯父！老不死的，就算我没碰那根银针，你也活不了多久。要怪就怪你自己老糊涂，带个野丫头回来分家产。做梦！傅家的一切只能是我儿子的。父亲根本没有死。够了！我一早就不该听信你，让父亲临终前还受这样的委屈。你走吧。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伯父生前那么疼他，他连遗体都敢拿来作秀。这种毒妇凭什么留在傅家？看在轩轩的份上，你可以留在傅家，但是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傅家夫人，我们离婚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父亲现在是假死。不出半个小时，父亲就会醒。沈清欢，继续编你那套金凤还阳的鬼话，什么半小时必醒，别说半小时，就算再过10天10夜，老爷子也绝不可能醒来。你就是在谋财害命，装什么神医？
你嫁进傅家就是为了傅家的家产。我5岁的时候被父亲带回傅家。你的意思是，一个5岁的小孩也会算计傅家的家产？是你们蠢，还是你们心里脏？若不是念及父亲的恩情，我根本不会嫁给傅立琛。沈清欢，跟我结婚委屈你了，亏我还以为你学会了如何做富家太太，没想到你都是猪女。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不需要得到你们任何人的认可。我今天留下来，只是为了报答父亲的恩情，从来不是为了什么富太太的身份。你不是说老爷子在半个小时内一定会醒来吗？只剩1分钟了，沈清欢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哎呀，老爷子啊，快醒醒啊！我愿承受时间陪你啊，老爷子。都闭嘴！是清欢救了我的命。这贱人竟然真的让老东西活过来了！爸，全市的医生都说您无力回天了，没想到您竟然……既然没死成是吧？多亏了清欢，硬是把我从鬼门关给拽了回来。我这条命啊，是他给的。父亲，我5岁那年孤苦无依，是您给了我一个家。我就算是逆天改命，也一定会救您的。清欢，多亏了你，刚刚我们误会你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不必了，我救父亲，又不是为了得到你们的认可。傅老的血液档案还在老院区，家属随清楚病人血型，需要立刻登记。哦，我和我父亲血型一样，我去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啊，你还得跟你爸汇报集团情况呢。这种杂事啊，妈去就行。啊，你在这儿，绝不能让这个秘密被发现。走吧，医生。集团怎么样了？谁干的？你醒了？父亲，我在来之前已经派人去调查了。妈妈，你们这里没有黄尘丝吗？啊，什么丝？就是监视别人行为的。您说的是监控吧？你想要哪个房间的？我让他们发您手机上。书房。查到了。混账！是你散布了集团的机密，乔师姐，是你害了集团，害了父亲。混账！贱人，我千辛万苦爬上总经理位置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要杀了你！来人，从现在起，免去乔世杰一切职业，把他带去司法局。不要，不能抓我！
吧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该怎么做，不用我多说。沈清欢，你毁了我哥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爸，眼下集团的危机，清欢姐现在这么有本事，天大的危机到了清欢姐这儿，她都有办法解决。清欢姐，你就帮帮陈哥哥吧。班都没上过的家庭主妇，我看你拿什么解决集团危机？只要你接了这烫手山芋，就是一个死字。现代商战似乎比我在宫中所研习的朝堂平衡之道直白浅显。不试试？真的吗？清欢，你真的有办法能解决集团危机吗？清欢姐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那就拜托你喽。毕竟集团的命运现在可是握在你手里。有一个办法，不过涉及到集团的内部机密，外人不便知道。我们借一步说话。妙，太妙了！老板，你果然猜的没错，清欢真能解决危机。爸，这次多亏了清欢，要不是清欢及时出手，解决了集团的危机，恐怕集团损失巨大，要面临破产，甚至还会有债务危机。多亏了清欢。清欢，父亲，好孩子，你救了傅家2次，是傅家的大恩人。有件事非你不可，交给别人我不放心。您说。公司的绣品竞标项目，非你这位变绣传人不可。陈哥哥，这项目你明明答应给我的。清欢更合适，就听爸的，这样我也能多见他。沈清欢，不赶走你，我誓不为人。你来我房间做什么？哦，这么晚了，轩轩已经睡着了，我回去会打扰她，我就在你这儿住一晚，刚好给你暖暖床。不用了，我床上啊不放杂物。刚在医院，你肯接集团项目，肯定还是想给我机会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对不对？我接下项目是为了报父亲的恩，与你无关。我不是乔婉，不是离了男人活不了。请你出去。夫妻之间哪有隔夜的仇啊？等等，把门给我关上。一会儿吃完饭，做我的水果琼斯吧。不用了。陈哥哥，我来等你一起去公司。怎么是你？这是我家，你出现在我家，有问题的难道不应该是你吗？
每天我和琛哥哥都是一起去公司的，他的车恐怕没有多余的位置了。姐，要不我帮你叫辆车呗？你说你这有手有脚的，怎么总喜欢攀附别人？这方向盘还是握在自己手里，踏实。路上喝吧，热的。琛哥哥，我的呢？开会要迟到了，走吧。清欢，关于这个设计初稿的颜色，我觉得颜色已经敲定过了，您亲自定的。啊，你这个摆件歪了，我帮你把它。您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吗？那个同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哦，项目创作本来就需要高频沟通，我这样也是为了提高效率，绝对不是因为我身为总裁，参与项目创作也是应该的吧？这个时代的先进技能虽然方便，但也复杂，好在难不倒本公主。琛哥哥怎么在这个贱人办公室？这个设计真妙啊！请您和我保持距离，我需要空间操作。琛哥哥，你的咖啡。设计稿，沈清欢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得意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。他看到我二人如此亲密，竟然没有闹，有技巧。您稍等，我马上过来拿。沈清欢，你得意不了多久了。等这些东西到了对家手里，我真期待看到你哭都哭不出来的样子。清欢，那个设计初稿设计好了吗？对方急着要预览版。好了，我现在就发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明明保存了。本公主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用手稿紧急修改。不行，对方现在马上就要。喂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新奥集团刚刚发布了新产品的设计，几乎和你手稿一模一样。沈清欢，你最好给我个解释。不可能，手稿只能根据电脑里面的初稿修改，没有原始数据，是不可能修改出来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忙了一整个上午做出来手稿，对方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偷走并且发布？难道多有先例吗？
一定是有人动了我电动，这绝不是意外。天哪！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刚才我出去买饭时，还看到清欢姐在认真画稿呢。清欢姐，你是不是把文件误发出去了呀？清欢刚救了爸爸，又帮集团渡过难关，他没理由这么做。谭哥哥，人是会变的，他要是心里没鬼，为什么死活都不肯跟你一起办公？分明是怕发现什么嘛。我竟以为经历了这么多，你已经不会再对我生疑，我真是高估你。清欢姐，伯父已经那么偏袒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难道是觉得傅家给你的钱不够多吗？唉，真是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呀。郝婉，每一次急着给我定罪的人，都是你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动我电脑就是你。你少血口喷人！刚才我一直在楼下买饭，同事们都看到了，我怎么动你电脑？婉婉从事这行多年，深知卖出稿是行业大忌，她不会自毁前程做这种事儿的。你一碗水倒是端挺，刚刚说不是我，现在又说不是他，那你说还能有谁？陈哥哥，清欢姐她会不会只是急需用钱，但不知道我们这行规矩这么大，现在事情闹得不好收场，她会不会是不好意思承认呀？乔婉，我这样为你颠倒黑白、信口开河的本事鼓掌，为了把我赶出傅家，你可真是不择手段，坚持不懈啊！陈哥哥，你看他，都别说了，我会对外宣称是技术部门的故障导致文件遗漏。清欢，你先回家休息几天，避避风头。休息等于认罪。我不是从前那个懦弱的沈清欢，不是我做的，我绝不会逃。真相我会自己查。他全都记下来。糟了，忘了公司还有监控。你忙了一上午，都没吃东西，吃点东西吧，身体要紧。陈哥哥说的对，饭菜都凉了，吃完饭再查吧。吃饭？我看是有人想趁这个时间，把不该留的记录彻底抹除吧。清欢，我可以帮你。不必了，你的帮忙我承受不起。查到了，上午所有 WiFi 邮件的异常 IP 有一个，定位就在我们大厦的公共休息区。马上调取公共休息区所有的监控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进。沈总，实在不巧，今天整个大楼的监控线路都在检修，所有区域全部没有记录。什么？为什么偏偏是今天？没有监控，如何能证明是乔婉？朝堂内还没有人能陷害得了本公主，这一次也绝不能让她得逞。这是什么？这似乎是女子的耳饰，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陈哥哥，你的咖啡。是乔婉的耳饰。清欢姐，你是不是把文件误发出去了呀？她全都记下来。果然是你，这一次看你怎么整。
怎么样？查到什么线索没有？你不是说你中午带饭的时候有同事看见了吗？是哪个同事？现在叫他过来，当面对质。公司那么多人，我哪记得是谁？早忘了。是忘了，还是根本就没有啊？妹妹，你这耳环挺别致的，怎么就只戴了一只啊？另一只当然在家啊，我是故意只戴一只的，这是时尚搭配。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我不过是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如此真美的耳环，弄丢了怪可惜的。你不是去查监控了吗？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首饰了？线路检修，什么也没查到。这现在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，更是集团的声誉。爸现在在医院，万一知道点什么这种丑闻，他刚刚恢复病情，恐怕又……无妨，我查到了别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也不是什么线索吧，就是一个小物件。不过啊，你们这个时代能通过提取指纹，倒是方便高效了不少。明晚真相就会水落石出。我们这个时代，什么物件啊？你这么关心，我去丢垃圾。在哪儿啊？到底掉哪里了？绝对不能让他们找到。这么晚了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这么晚了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没有啊。这份资料显示，你在11点15分趁我离开的间隙，偷偷溜到我的办公桌前，在我的电脑上拷走了文件，又是在这儿把这份文件发给了对手公司，不是吗？陈哥哥，不是我当时真的在买饭啊。你口口声声说你在买饭，我问过楼下所有餐馆的老板，没有一个人看见了，还不承认？这种耳钉有很多同款，你凭什么说就是我的？需要我现在派人去你家，把另一只耳环也打下来配对吗？不用找了，这对耳环全球限量首发，全城只有这一对，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是我做的，那又怎样？我就是要毁了它！太让我失望了！你打我，傅立晨，你以前连句重话都舍不得对我说，现在为了这个贱人，你要打我！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沈清欢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，是傅家真正的女主人。而你真是藏得够深。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，你被开除，立刻滚。等等，依靠算计和伤害得来的东西，永远不会真正的属于你自己。我们即使不依附他人，也可以活得很精彩。还轮不到你教训我，沈清欢，你现在心里肯定很得意吧？咱们走着瞧。沈清欢、傅立晨，你们给我等着，今日之辱，我一定百倍奉还。对不起，清欢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我可以帮你，你需要任何人力资源，我都可以帮你。不必了，危机已经解除了，我靠的是我自己，我也不需要你的帮助。可是我……傅立晨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女人不是藤蔓，不是离了男人就不能活。在家宴上，在医院里，
公司里我靠的从来都是我自己。清欢，可是我心里一直都有你。有我，在我肥胖愚钝、遭人嫌弃，需要人站出来为我说话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那时可曾给过我半分资源和耐心？现在看我有价值，能救富家于水火，能作为富家的女主人给你长脸，你这才放低姿态来献殷勤，不是吗？你的忏悔不是因为你知道错了，而是因为你不想亏本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现在设计已经泄露出去了，对方已经抢先一步发布，看来咱们只能放弃了。凭什么放弃？这是父亲给我的第一个项目，它代表的是信任。我会凭我自己的本事，把它堂堂正正的拿回来。比起朝堂之争，这个时代的困难不过是本公主的垫脚石，有什么难的？学便是。终于完成了。恭喜沈总，富氏集团成功拿下项目，努力总算没有白费。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告诉父亲。恭喜！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来，喝一杯，庆祝一下。不必了，本职工作无需庆祝。对了，现在好像是上班时间。禁止饮酒。干妈，沈清欢那个贱人害得我一无所有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。你手段高明，一定有办法让他生不如死的，对不对？之前你在立琛心里还有分量，可你自己蠢，把事情搞砸了，你现在还有脸来求我？你和你那个哥哥一样，都是没用。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。是啊，可你现在已经没用了，我凭什么为了你去冒险呢？就凭我知道你不少事儿。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把你以前怎么用慢性药拖垮老爷子身体的事给捅出去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你谁？你打来。哎，刚才说的话我全部都用手机录下来了，要死一起死啊！你以为凭这一点就能拿住我的把柄了？不妨告诉你个更大的秘密，连立琛都不是父雄亲生的儿子。你觉得就凭你能威胁到我吗？什么？傅立琛不是傅雄的亲生儿子？你不怕我把这件事捅到傅老爷子那儿去吗？告不告发我是你的事，但你要是敢走漏半点风声，我保证让你永远都见不到你的好哥哥乔世杰了。我要是没点手段，能在老东西身边待这么多年吗？就凭你也敢威胁我？干妈，刚才我真是急糊涂了，对不起嘛。我也是怕您辛苦了大半辈子，最后却为沈清欢那个贱人做了嫁衣。您看他现在风头那么盛，
下一个要对付的肯定就是您呀，对不对？你说的没错，老东西现在越来越器重那个贱人。干妈，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？我都听您的。既然老东西指望不上，那就让厉琛跟那个贱人离婚，到时候傅家照样还是我的。还得是干妈，这下沈清欢死也得吐嘴皮。儿子，妈，您怎么来了？给你炖了汤，来趁热喝。这工作再忙啊，也得注意身体啊。尝尝。妈炖了2个小时呢，怎么样？好喝？对了，儿子，我听婉婉说，清欢最近对你挺冷淡的。哦，他比较忙。忙？儿子，别怪妈多嘴啊。这女人呐，一旦变漂亮了，这心思就容易野。这眼里啊，就瞧不上家里头那位了。妈，清欢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不是那种人。妈是过来人，看得最清楚了。哎，以前他胖的时候，他多依赖你啊。可现在呢，人家变瘦了，好看了啊，这集团的大事也能自己扛了。哎，你看他现在，他还黏着你吗？你在他心里呀，恐怕连个陌生人都不如喽。他确实对我越来越冷淡，倒不像是夫妻，更像是陌生人。你看，被我说中了吧？所以呀，你得把他给看住了。他现在那么多应酬啊，认识那么多的年轻男老板，那说不定早就有什么情况了，就瞒着你。你最近怎么老往我办公室跑？回来了，爸来约你了。你有这小心，不如多去医院陪陪爸，说说话。空了就去。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这些年中午都在公司，还没有陪你吃过午饭呢。你说错了吧？不止午饭，好像晚饭也没见到过你人影啊。不提以前了。那你现在既然在公司办公了，今天中午一起跟我吃个饭吧。抱歉，我很忙，没有时间陪您共进午餐。哦，你要是想找个人吃饭的话，你可以找你的乔婉妹妹，她一定很愿意。哦，我忘了，她离开公司了，没法陪你一起吃午餐了。沈清欢，有什么事情吗？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？你脑子里面只有这些龌龊的想法吗？我龌龊？那你呢？你现在连一顿午饭都不陪我吃，说话句句带刺，你不是外面有人了是什么？莫非是我的优秀刺痛你了？难道你觉得我应该像从前那个沈清欢一样，依附你，臣服你？你是我的妻子，不应该以我为先吗？我现在命令你跟我一起共进午餐。不可以。好，沈清欢，你最好藏得严实点，不要让我发现什么，否则……设计稿要修改。好，我马上下来。
大姐，我们正好了，请上车吧。久等了，小陈总没过来吗？陈总马上就过来了。嗯，好，那好。原来他不是不爱吃饭，是不爱跟我吃饭。喂，海黑856391，现在立刻去查，我要知道他跟夫人是什么关系。解释。那天我和陈总商讨设计图修改细节，这是对方的司机。据我所知，这个项目书根本就不用更改，没有定稿就存在修改，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。你自己看看，哪个集团的司机会穿着休闲装？他那天本来休假，是临时从家中被调过来接我的。虽然着装不妥，但的确是对方的司机。你要是不信，这是电话。沈清欢，你当我瞎吗？你脸上的笑容，在我面前从来没有出现过。拜托，这毕竟是合作，以礼待人不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吗？你是希望我对对方甩脸子，然后毁掉合作？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敢狡辩？儿子，这种不知检点的女人必须跟他离婚，我们傅家可丢不起这人。原来是你在背后撺掇，本公主倒要看了你的能耐。本来还打算栽赃个出轨对象给你，现在你自己送上门，就别怪我不留余地了。沈清欢，你说你之前闯了多少祸呀？哪次不是我儿子给你收拾烂摊子？他对你这么用心，你竟然还出轨，真是不知廉耻。不愧是母子，仅凭一张照片就定人生死。儿子，以你的身份，这种丑闻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傅氏的股价必然动荡。你现在必须快刀斩乱麻，绝不能犹豫，明白吗？婆婆，你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你儿子妻离子散吗？这是为了傅家的颜面着想，老爷子对你如亲生一样，你呢？恩将仇报，忘恩负义，你对得起他们？你难道要像个透明人一样，任由这场闹剧继续下去吗？傅立晨，你真不是个男人。我再问你最后一句，这婚你确定要离？我再问你最后一句，这婚你确定要离？我想清楚，打扰了，沈总，合作方司机说您文件落车上了，我特意送来。你看送文件的是不是他？是啊，副总，怎么了？签字时间、对方公章，还有电话都在上面，随时可查。准备的可真齐全呢，谁知道这是不是你临时做的局啊？妈，既然想清楚了，离婚协议我回头就给你送过来，记得签字。什么？离婚？我不同意！父亲，医生叮嘱切莫动怒。是不是这个臭小子又欺负你了？跟爸说，爸给你做主。父亲，婚姻贵在信任，既无信任，强留不过是彼此折磨。清欢，我闭嘴！打死你个混账！清欢可是咱们傅家的福星，没有他，我早就入土了，集团也早就垮了。你要是再敢提离婚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。父亲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即便是分开了，
你也永远是我的父亲。父亲，你先休息，我回房了。不行，绝不能离婚。当年我怀着别人的种都能让父兄认下，赶走个沈清欢算什么？就算老东西不答应，我也有的是办法。谁？爸，这不是我跟您的血型报告吗？你拿这个做什么？你自己看。爸，我跟您的血型，这怎么可能？父亲，切莫激动，身体要紧。这些报告一向由你保管，若不是我亲耳听见，你还要瞒我一辈子吗？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……要不是你不嫁有钱，我可得嫁给你。真的教了你几十年道，我早就忍够了。你现在居然想把家产分给一个外人，他凭什么？你傻！要不是清欢，我早就入土了，傅氏集团也早就毁于一旦。身为长辈，不但不念他的好，还处处算计。高远秋，你欺瞒了我数十年，心术不正，从现在起，滚出傅家，与我夫妻暗断义绝。你别后悔！父亲，立琛由您一手抚育成人，你们之间的父子情早已超越了血缘。立琛为集团也是呕心沥血，发生此事，他内心也定然倍感难过。清欢说的对，立琛，你留下。自从你懂事接手集团开始，傅氏集团就日益壮大。这些年，你的付出，爸都看在眼里了。你放心，这个家永远有你的位置，你依旧可以叫我一声爸。只是有些事情，终究是回不去了。干妈，这么急找我来，是不是那个贱人终于被赶出去了？被赶出去的人是我。你说什么？被赶出去的人是我。你说什么？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，傅兄在门外全都听见了。他全都知道了。他知道傅立琛不是他的亲儿子了。那傅立琛呢？他有没有被赶出去啊？完了，全完了！傅立琛现在对那个贱人旧情复燃，经过这么多事，他根本不会再信我们。沈清欢已经彻底把他拿捏得死死的了。几十年了。我忍了几十年了，可到头来，我却是竹篮打水，跌上空了。干妈是我最后的指望，
沈清欢，你连我唯一的希望都毁了。沈清欢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。喂，给我找几个人，帮我做件事。对，富家太太沈清欢。别费劲了，药效还有1个小时，这会儿你连手指都抬不起来，就是任人宰割的一滩烂肉。嘿嘿。乔婉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沈清欢，你本可以和傅立琛离婚，拿着一笔钱离开傅家，偏要挡我的路，是你逼我走到今天这一步的。要怪，就只能怪你自己。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。难道本公主要命丧于此吗？得拖延时间，想想办法。现在知道怕了？你留在傅家，不就是贪图傅家的家产吗？你误会我了，我可以离开傅家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可以留给你。看啊，高高在上的沈清欢，竟然也会摇尾乞怜，也会怕死。晚了！不要！一切都该结束喽！一切都该结束喽！乔安，你冷静一点。你要什么？钱、地位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一夜长潮被毁掉的滋味。我唯一的哥哥还在里面，他一辈子都被你毁了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药效应该快失效了，得继续拖延。乔世杰的事情，我可以想办法。傅家现在很信任我。我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听的。沈清欢，你不是很清高吗？不是什么危机都能解决吗？看啊，傅太太今天就要变成一具僵尸了。乔婉，你会毁了你自己的。只要你死了，我的痛苦就结束了。想我堂堂公主，竟要殒命于此。怎么回事？药效在退，力气渐渐回来了。乔婉，你收手吧。我从来没视你为敌，是你将自己困在了自己的执念里。你的敌人从来不是我，只有你自己。你凭什么说教我？要不是当初老爷子把你带回来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是你害了我，害了他们，害了我哥！你有罪，你该死！你怎么能动了？你别过来！小心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少自作多情了。我没想过要救你，我救的是我自己。这里就我们2个人，你要是发生什么，我也脱不了干系。说我因为此事被赶出傅家，岂不是正中你下怀了？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不会感激你。我恨你，是你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乔婉，没有什么是该属于你的，
如果当初不是那老东西把你带回来，嫁给傅立琛的应该是我，享受傅家一切礼遇的应该是我，让所有人睁眼保护的应该是我。你依靠傅立琛，依靠你哥，依靠你干妈，到最后你换来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人能依靠的从来只有自己。秦欢。秦欢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傅家欠你的，我来还，能不能不要分开？你不欠我的，我救傅家、救父亲、化解危机，为的从来不是你。至于今日我遇险，我也从未奢求过你能出现。签字离婚，是你我能够留给彼此最后的纪念。那我是不是永远的失去？从未拥有，何谈失去？可我们是夫妻啊！傅立琛，你别再自欺欺人了。当你厌恶我肥胖，看我冷眼瘦弱，任由他人践踏我尊严的时候，这份爱就已经死了。若我还是那个200斤的沈清欢，还是那个愚钝犯蠢的沈清欢，今日你还会说爱吗？